走进现实生活，讲述离奇故事。大家好，我是小陈，欢迎观看陈峰故事。在甘肃的一个角落里，隐藏着一个与众不同的村落——算命村。这里与众不同，因为它拥有着一个奇特的传统。全村600多人，无一例外，都是精通算命的先生，而这一切都源于村子里那本传说中的神秘天书。这本天书在村子里被传得神乎其神，据说上面记载着天意的秘密，只要掌握其中的奥秘，便能洞悉未来，算命无一不准。这样的传说自然引起了外界的好奇和关注。不久，一批专家和记者纷纷涌入这个偏远的村落，他们想要一探究竟，看看这本天书究竟有何神奇之处。然而，当他们真正踏入这个村落，开始与村民们交流时，却发现事情远比想象中复杂。这个坐落在甘肃的村落充满了神秘和不可思议的色彩，它就是薛家村。不过，让人觉得很奇怪的一点是，尽管它叫薛家村，但在这个村子里却没有一个人姓薛。那么，这个名字到底是怎么来的呢？这其中竟然隐藏着一个与算命有关的秘密，而这个秘密又与唐朝的一位名将薛贵人和他的儿子薛丁山有关。薛贵人这个名字可真是如雷贯耳，他是一位战场上的豪杰，每一次出征都如同战神降临，立下赫赫战功，威名远播四方。每当人们提及他的名字，无不竖起大拇指，称赞他的英勇和智谋。而他的儿子薛丁山虽然也继承了父亲的职位，但在军事才能方面却远远达不到父亲的水平。薛丁山深知这一点，每当和父亲站在一起，他总是感到有些自卑，心里清楚自己的实力与父亲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为了弥补这一不足，薛丁山开始四处寻求帮助。他不再满足于单纯的训练和学习，而是希望能找到一种更快的方法来提升自己的实力。于是，他便开始寻找一些捷径，希望能借助一些神秘的力量来弥补自己的不足。于是，薛丁山就开始研究起了风水、算命这些怪力乱神的东西。他相信，只要掌握了这些玄学之力，就能提前预判敌人的进攻方向，或是扰乱削减敌人的运势，从而取得军事上的胜利。每次出征前，薛丁山都会精心挑选4个算命先生，让他们随军出征。这些算命先生啊，可是薛丁山的宝贝，他们被赋予了重要的任务，用他们的玄学知识为薛丁山提供军事上的帮助。不过呀，现实总是残酷的。尽管薛丁山对算命先生们寄予了厚望，但封建迷信终究是不可靠的。即使4位算命先生一起发功，也挽回不了败局。每次战败后，薛丁山都会深感失望，但他并没有因此责怪这些算命先生。相反，他十分大度地放他们离开，并且还贴心地给了他们一些盘缠作为路费。要知道，在古代那个时候，人命如草芥，稍有不慎就可能人头落地。薛丁山的这一举动，对于这些算命先生来说，简直是救命之恩啊！因此，后来这4位算命先生便决定将他们居住的村庄命名为薛家村，以此来表达他们对薛丁山的感激之情。他们觉得是薛丁山的大慈大悲救了他们一命，让他们得以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当然啦，也有一些传说和流言蜚语在民间流传着。有人说，这4位算命先生其实是诸葛亮的后代，他们继承了诸葛亮的智慧和玄学知识，所以才会如此厉害。不过呀，这些说法究竟是真是假，我们也就无从考证了。薛家村
不仅来历十分神秘，更令人惊奇的是，他们保留着许多别具一格的习俗，让人叹为观止。说到薛家村的婚姻观念，他们有着与众不同的传统，村民们从不与外族通婚，坚守着这一古老的传统，以确保他们独特的技艺和文化不被外泄。而薛家村的算命技艺更是传承的尤为神秘，男孩们从父亲那里继承命理占卜的精髓，而女孩们则需要从未来婆家的婆婆那里学习。这种独特的传承方式，让薛家村的算命技艺得以延续千年而不衰。薛家村的男女在算命方面也有着不同的专攻方向，男子们擅长命理占卜，通过八字、风水等方式，精准地预测出人们的吉凶祸福；而女子们则精通手相面相，通过观察手掌的纹路和面部特征，便能洞悉一个人的性格和命运。更令人惊奇的是，薛家村人之间沟通时使用的语言，外人根本听不懂，这是一种独特的内部语言，只有村里的人才能够理解和交流。这种语言的存在，更增添了薛家村的神秘色彩，让外人更加向往和好奇。更让人惊奇的是，一旦外来者踏入这片土地，仿佛就踏入了一个神秘的迷宫。你会发现自己方向感全无，就像是被鬼打墙一样，怎么转都转不出去。那种感觉就像是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困住了，真是让人又惊又奇。对于这种现象，专家们也是充满了好奇，他们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原来薛家村的建筑结构和整体布局竟然是按照古代智者诸葛亮的八阵图来设计的。这种布局真是巧妙绝伦，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智慧，也难怪村民们会自豪地说自己是诸葛亮的后代。而且薛家湾的村民们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传统，那就是走家子。这个传统要求村民们必须经常外出给人算命，而且每隔3年，他们还必须进行一次长途旅行。如果不遵守这个传统，就会遭到天火的惩罚。这个传统让村民们的生活充满了神秘和刺激，也让他们足迹遍布了全国各地。所以，薛家湾的村民们可以说是走遍了大江南北，他们走到哪里，就给哪里的人带去神秘的算命服务。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在外面流浪，靠算命来维持生计。话说到了这里，很多人都认为薛家村是个迷信村。其实，有这种想法的人都错了。薛家村搞的可都是正宗的玄学，还是国家认证的那种。你知道吗？就在几年前，薛家村的占卜算命技艺还成功申请到了兰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来，薛家村的名声可就大了，大家都知道了这个村子有着与众不同的玄学传统。那么，薛家村到底有多玄呢？从古到今，薛家村这块土地上流传着数不尽的神奇故事，每个故事都让人听得津津有味，仿佛那些神秘的事情就发生在自己身边。在解放前的那个民国时期，薛家村附近住着一位黄姓军官。这位黄军官啊，是个特别传统的人，心里一直盼望着能有个儿子来继承自己的家业。可说来也奇怪，他和他太太生了好几个孩子，却全都是女儿，一个儿子也没有。黄军官心里那个急，生怕自己这一脉就这么断了香火，于是他就到处求医问药，什么偏方啊、土方啊都试过，可肚子里的孩子还是女儿。最后他实在是没辙了，就病急乱投医地找到了薛家村最有名的算命先生。这位算命先生啊，据说能掐会算，能知过去未来。黄军官找到他的时候，已经是心急如焚了。
他恭恭敬敬地把算命先生请到家里，然后恭恭敬敬地递上茶水，小心翼翼地问道：“先生啊，您看看能不能给我看看，我这辈子还有没有机会生个儿子啊？”算命先生接过茶水，轻轻地抿了一口，然后闭上眼睛，开始掐指一算。过了一会儿，他睁开眼睛，淡淡地说道：“黄军官呐，你不用太着急，你马上就能有儿子了。”黄军官一听这话，心里那个激动啊，简直就像捡到了个大宝贝一样。他连忙问道：“真的吗，先生？您说的是真的吗？”算命先生点点头，说：“真的，你放心吧。”结果呀，没过多久，黄军官的太太真的就生下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这可把黄军官给高兴坏了。他逢人就说：“看呐，我说我有儿子吧，算命先生都说了，我马上就能有儿子。”为了表示对算命先生的感谢，黄军官还特意给算命先生和他儿子发了个特权证，让他们不用服兵役。而这件事也是越传越远，直至今天仍有很多人深信不疑。因为薛家村一算一个准，这一神奇现象一直让专家们充满好奇，他们常常聚在一起讨论，薛家村的村民们究竟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一位村里的老人向我们透露了一个秘密。原来，薛家村代代相传着一本神秘的天书。这本天书并非普通的书籍，它的文字古老而奇特，外人即使拿到手中，也看不懂其中的奥秘。更神奇的是，据说只有村里的某些特定的人才能领悟其中的智慧，掌握算命之术。这本天书仿佛是薛家村人的守护神，它蕴含着天地间的奥秘和宇宙间的智慧。村民们凭借着天书的指引，能够洞悉未来，预知吉凶祸福。当然，天书也不是随便可以使用的，它有着严格的规矩和禁忌。如果有人不慎冒犯了天书，整个村子的占卜术都会受到影响，仿佛被某种神秘力量所惩罚。那么，这本被传得神乎其神的天书，到底隐藏了怎样的玄妙秘密呢？专家们带着满腔的好奇和探索精神，真可谓是费尽了心思，费尽了力气。他们甚至特地找了一位有名的算命先生，终于请出了这本传说中的天书。大家怀着既紧张又期待的心情，小心翼翼地翻开这本天书。可是，当看到里面的内容时，所有人都惊呆了，简直是大跌眼镜。原来，这本被大家传得神乎其神的天书，内容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神秘和邪乎。实际上，天书里所记载的都是一些常见的玄学经典，比如《周易》、梅花易数、奇门遁甲等等。这些经典虽然包含了深奥的玄学知识，但并非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只是现代人由于缺乏对这些知识的了解和学习，所以很难看懂和学会。而薛家村的人却不一样，他们世世代代都专门研究这些玄学经典，所以能够精通其中的奥秘。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能够利用这些知识，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甚至预测未来。所以，这本天书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神秘，它只是一本普通的玄学经典合集。但正是因为薛家村人的世代传承和深入研究，才使得这些经典在他们手中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感谢大家的观看，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陈峰故事，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